第一站，卡普阿城堡。卡普阿城堡修建于12世紀，由諾曼國王羅傑二世下令建造，最初是王室要塞，用來控制通往卡普阿古城與內陸的重要通道。傳說中，腓特烈二世在這裡舉辦過盛大的宮廷宴會，並和當時的詩人彼得拉克進行交流。彼得拉克曾短暫居住在城堡中，記錄了那不勒斯的風土人情，這為後世的文學作品提供了靈感。隨着安茹王朝的興起，城堡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安茹國王查理一世和羅伯特國王時期，那不勒斯建造了新堡，卡普阿城堡逐漸從主要皇家住所轉變為王室成員的輔助居所或官員的辦公地。14世紀，那不勒斯女王喬安娜一世在這裡秘密會見她的情人，導致了一系列宮廷陰謀，最終引發了安茹王朝的內亂。這段故事被後世文學家多次改編成戲劇。16世紀西班牙統治時期，城堡被正式命名為正義宮，並一直擔任那不勒斯法院的所在地，直到1995年。在此期間，城堡見證了無數審判和處決，其中最著名的是17世紀的反西班牙起義領袖馬薩尼埃洛的審判，他在這裡被審訊並處決。這場事件激發了那不勒斯人民的革命熱情，成為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先聲。如今，它是那不勒斯國家檔案館的所在地。第二站，那不勒斯大教堂和老街。大教堂建於13世紀末，由安茹國王查理二世下令興建，以紀念城市守護神聖詹納羅。教堂的核心是聖雷斯蒂圖塔小堂，這是那不勒斯最古老的基督教建築，追溯到4世紀拜占庭時期。它最初是一座羅馬神廟，後來轉化為教堂，體現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大教堂的建造歷時數十年，於14世紀初完工，由法國建築師設計，融合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元素。內部最著名的部分是聖詹納羅禮拜堂，裝飾着巴洛克風格的壁畫和雕塑。這裡每年舉行2次血液奇蹟儀式，聖詹納羅的肝血會奇蹟般液化，如果失敗則預示災難。例如1944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和1980年地震前，血液未液化，這被視為不祥之兆。與大教堂相連的老街 Sportcanopol 直譯為劈開那不勒斯的那條路，它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主幹道。從俯瞰視角看，這條筆直的街道如同手術刀一樣，將雜亂的老城區一分為二。走在街上，你會經過聖格雷戈里奧·阿爾梅諾街這個聖誕手工街，這裡至今保留着中世紀以來制作聖像的傳統。據說14世紀詩人薄伽丘在這裡遇到他的繆斯菲亞美塔，啟發了他創作《十日談》。16至18世紀的西班牙統治時期，老街是社會動盪的焦點。1647年，馬薩尼埃洛起義從這裡爆發，反對西班牙稅收。19世紀統一意大利運動中，加里波第的軍隊在這裡集結。這條街見證了希臘、羅馬、拜占庭、諾曼和西班牙統治的交替。第三站，聖加勒聖殿。聖殿的歷史始於14世紀初，當時那不勒斯國王安茹德羅伯特與其王后桑基亞共同決定興建一座宏大的教堂建築群，包括修道院和王室墓地。它以獨特的安茹哥特式風格和如畫的院落聞名於世。建築師多梅尼科·安東尼奧·瓦卡羅為修女們設計的這座庭院，回廊由64根八角柱組成，立柱和長椅上裝飾着大量彩色西釉陶板。陶片上描繪的內容並非宗教苦修，而是生動的那不勒斯世俗生活、狩獵、捕魚、化妝舞會以及鄉村風景。這在當時禁欲的修道院環境中顯得格外大膽且富有人情味，仿佛在牆垣之內為修女們保留了一扇通往凡塵世界的窗戶。第四站，翁贝托一世长廊和周邊景點。翁贝托一世长廊是那不勒斯最著名的購物長廊，建於19世紀末。其歷史背景源於那不勒斯復興計劃。
這是一場大規模城市重建，旨在應對1884年霍亂疫情後的衛生和贫民窟問题。它的設計模仿了米蘭的埃馬努埃莱二世長廊，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鋼結構和高達57米的玻璃穹頂。地面馬賽克描繪了黃道十二宮和預言人物。在過去，這裡是上流社會社交、喝咖啡、洽談生意的核心場所。緊鄰長廊的聖卡洛劇院，它是歐洲现役最古老的歌劇院。海頓、巴赫都曾是這裡的常客。據說，國王為了能從皇宮直接進入劇院，專門修建了秘密通道。另一個景點是皇家宮殿，建於17世紀初，由西班牙父王興建，作為王室住所。宮殿的樓梯和花園體現了巴洛克奢華。19世紀，薩沃伊王朝將其改造，增加了新古典元素。周邊還有普萊比西托廣場，那不勒斯最大的廣場，源於19世紀拿破崙時期的重建。廣場上的聖弗朗切斯科·迪保羅教堂仿效羅馬萬神殿。一個故事是，1860年加里波第在這裡宣布意大利統一，標誌着波旁王朝的終結。今天，長廊和周邊是那不勒斯文化樞紐，融合了歷史、藝術和日常生活。第5站，新堡博物館。新堡建於1279年，由安茹王朝的查理一世下令建造。它那巨大的圓形塔樓是典型的法國加泰羅尼亞風格。城堡入口處夹在2個黑色塔樓之間的精美白色大理石拱門，是為紀念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於1443年征服那不勒斯而建。拱門上精美的浮雕展現了國王入城時的壯麗場景，由當時多位頂尖雕塑家共同完成，成為南方文藝復興的傑作。西班牙父王時期，城堡轉為軍事堡壘，經歷了多次圍攻。波旁王朝時期，它是王室住所。新堡外就是那不勒斯港口，現在可以停泊大型郵輪。這個男爵大廳擁有宏偉的八角形哥特式星狀穹頂，由無數交叉的拱梁組成。這裡曾是王室舉辦慶典的地方，也見證了著名的男爵叛亂流血事件。事件發生在1435年，阿拉貢國王阿方索五世邀請敵對貴族前來和解宴會。當宴會結束，城門關閉，貴族全部被捕。那一夜，新堡從宮殿變成了屠宰場。19世紀統一意大利後，城堡衰落，但20世紀初修復後成為博物館。市政博物館位於1、2層，展出從中世紀到20世紀的藝術品，包括喬托的殘餘壁畫、卡拉瓦喬派畫作如馬蒂亞·普雷蒂的作品。博物館收藏了從中世紀到19世紀的繪畫、雕塑和宗教藝術作品。這些藝術品大部分來自那不勒斯當地教堂或私人收藏，代表了意大利南部的藝術傳統。第6站，市政廣場。市政廣場是那不勒斯最大的廣場之一，位於港口附近。其歷史背景源於13世紀安茹時期，當時新堡建成，廣場成為權力象徵。最初名為商業港廣場，由查理二世於1302年建立，作為貿易中心。廣場經歷了多次改造。16世紀西班牙父王時期，它是行政樞紐，周圍建起市政廳。市政廳融合了16世紀教堂和新古典建築。廣場中央的海神噴泉建於17世紀初，原置於港口，後多次遷移。傳說噴泉曾被視為幸運象徵，二戰期間幸免轟炸。1860年，加里波第在這裡宣布波旁王朝終結，標誌意大利統一。20世紀的地鐵建設中發現羅馬遺跡，這裡曾是羅馬港口的一部分。從卡普亞城堡的諾曼餘暉到大教堂的宗教虔誠，從老街的市井煙火到翁贝托一世長廊的現代氣息，再到新堡的王權霸氣與市政廣場的考古驚喜，玩書一日遊的6個景點串聯起了一部完整的那不勒斯歷史。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
時候也能把我想起。